好，这幅画我们现在把这个圈画出来了，圈画出来不要剪啊，你剪了到时候我们中间要画一个面，一个浓墨的面，你位置不好定，这样不剪的话它位置好定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画到什么位置，先从花这儿来，因为花这个要挡多少，这个要看一下。这个纸张是看35乘35厘米，这样就能看出来。但一般的宣纸它现在做的有点大了，以前我们的宣纸做出来都是34乘34，就是一张4尺的宣纸我们裁成8张，这个是4尺宣纸裁成了8张，它就是一个平尺，比一个平尺稍微大一点点，所以说我们这个圈做的是33厘米。然后我们就来看我们要画到什么位置，这样才能定出来。不一定是在正中不一定是在正中，正中间它有时候不好看。我觉得这个地方调到13比较合适。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画面的位置来这一边调到23就是10厘米。其实这个地方调到14，我看一下，主要我想把这一瓣花稍微改小一点，调到14吧。然后这边调到23 9厘米，差不多这个9厘米就可以了。记住这个是14，这个是23，然后上面再比一个14 23，下面再来一个。这个铅笔印不要画到这个画面上好，然后把它连接。这个就是一种装饰味道的背景。画到有颜色的地方让开。是不是窄了一点我感觉有点窄。那我们就把这边画宽一点。9厘米有点窄，我们画个12厘米吧。12厘米宽的11厘米，11厘米比较合适。这个所以说都要画了才知道，你要看了才知道来调整。我以前画过其他的花，就是画的这种形式这个在课程的后面我可以把那几张画的图片给大家欣赏一下。好，就这样。好，现在倒一点墨这个笔就是干的笔，不要去蘸水不要去蘸水，直接用干的笔来调这个浓墨。
笔上的墨多的时候，我们就画空白的地方，反正都要填的。然后把笔的水分收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个靠近花的。这朵花我讲了，一定要改小一点啊，原来跑的比较多，我们要想把它改小。这个注意的就是画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画里面随便画。这个主要是我们要改，所以说我录一下。其实这个都没什么好录的，就是慢慢填，把这个颜色填出来。之后如果我们还要画这种感觉的啊，这一步我就不录了，就大家这一遍就看清楚。这个因为很简单嘛，就是个填颜色，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主要是这一朵花，这一瓣花我要修小，所以说给大家录一下。笔尖一定要靠这个边，它才好画。像这个金，它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挡住这个墨的，但是我们填的时候也要留出来。这些地方就要仔细一点啊，把填仔细一点。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往外跑的这个墨，我们准备一张舔笔纸把它压一下，不要让它再往外跑，因为有时候中间的墨比较多的时候，它就会往外跑一点。尽量不要跑啊，尽量不要跑。刚才那一点我是没注意，应该是墨画多了一点。这个位置的形要好好修一修。这一点点不要小看这一点啊，这一点如果把形修出来了，它这个莲蓬就不会显得很粗了。刚才我看这个莲蓬，我是感觉是有点粗，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地方填一点墨啊，把它稍微减淡一点。
像用颜色画，你这个旁边的浓墨画了过后，这个干也还在。就是一个细致啊，一个细致画，稍微细致一点，这个就能画好。之后我们画的花都可以像这样来处理啊，这个处理个3张4张，这样挂在家里面，把它挂成一排，它是很好看的。这边我们待会儿转一个方向来画。我们先把上面这一点画了啊，这一点要先画。我这种是拿了一支报废的笔来画，所以说它没有什么尖，画这个边缘就很不好画。这墨笔不好洗，所以我喜欢用画废了的来画。这个可以转一个方向，主要这一半我觉得有点大，我们要把它改小一点。这个浓墨是可以盖住这些颜色的啊，所以说这个改起来就好改一点。
啊，然后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就等它干，等它完全干透。如果我觉得这一边还空了一点，我们还要加一点浅的荷叶或者浅的莲蓬，我们到时候再把它喷湿，等它干透了喷湿再画啊，这个是要等它干了我们再来看。好，我们现在这幅画已经干掉了，干了过后啊，它自然干还不行，你还一定要用吹风把这个墨使劲的吹啊，一定要让它干透，然后我们再来喷水，因为我们这个要打湿了画。拿一个喷壶，如果墨没干透，这些墨会跑，这有一点跑墨了，就证明还没干太透。但我这个已经吹了很多遍了，所以说应该是干的还算比较好。然后用纸啊，用纸把多余的水分把它吸掉。还有一点墨啊，纸上面看得出来，但是这一点墨它是不会跑太厉害的。像这些金是不容易干的啊，金，你看金一有水它就，但这个颜色我们待会儿都还可以再补一下啊。你看基本上金就被吸掉了，因为我今天调金的时候我笔上好像没加胶，要加一点胶啊，笔上加一点胶它才有吸附能力。我们先不管它啊，先把这个压一下，压到什么呢？就是你看不见这个纸上面有反光啊，然后再稍微等一下。我们等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金再改一下啊，这个我就不录了，改金我就不录了。然后我们待会儿等它半干的时候，我在旁边要加一点很朦胧的这些，比如说有些莲蓬啊，有些叶子啊，加一点点，因为我觉得这张画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空，因为花比较小。它两边整体有点空，我在这边加一点莲蓬，先加一点，这个要稍微等一下啊，要等它这个压了过后，要等它再收一下水。好，现在纸基本上半干了啊，我们用小一点的这种调一个淡墨，这个可以加胶啊，也可以不加。我这个是盘子里面有一点胶啊。因为之前是用的这个胶调的这个淡墨，先第一遍画不要太深啊。我在这边稍微画一个莲蓬，哦，深了一点，加一点水，所以第一笔下去的时候轻一点啊，试着画。因为纸是湿的啊，这个笔就不要太湿了，笔稍微干一点。啊，然后现在用小笔，这个画完了过后，我们可以稍微压一下啊，可以轻轻的压一下，因为画了过后，相当于你是补了一遍水上去了，它还是比较湿了，这个纸就。我们稍微压一下，用稍微比这个墨色深一点点的墨，来勾一下它的莲蓬啊、莲子啊这些。反正前提就是我们要让它画的朦胧一点。我们这个可以画一个比较干一点的啊，比较老一点的莲蓬。
我们现在所有画的这些线，待会儿都还会再跑一遍的，它都会跑，因为纸还是湿的，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勾得仔细一点。这个地方我垫点纸啊，手靠这儿，这个湿的容易把纸弄脏。就这些都是不同的，我们要表现荷花的一些方法，我尽量这一期都给大家把它讲全。这样就是你自己在以后创作的时候啊，也可以画一点自己的东西。你可以自己来组合啊，有些湿画，有些干画啊，可以自己来组合。这些画法很多在以前的我的课程里面都是没有讲到的，因为以前的那种都是比较综合的课啊，画很多种东西。这个课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专心的来画一种东西，然后把这种东西所有的，比如我们荷花，把所有的荷花的画法都把它表现一下。这就是淡的，其实很有意思，淡的画出来，而且它要跑得好的话更有意思。好，然后勾一点莲子，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莲子，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勾一个莲子啊，这边来勾一个莲子，其他地方不勾莲子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填黑，但填黑的是相对的啊，我们是填到跟这个勾的墨差不多黑啊，或者是深一点点，因为它是洞嘛，它莲子掉了，它就是留下一个一个的小洞。包括这些有莲子的地方，它有旁边周围有些地方也是这种小洞，它其实也就是在洞里面。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它画得太黑了，不要画得太浓了墨，它这个就是要让它淡雅一点。比如你看现在我画完这个过后，发现问题没有？刚才我们勾的线全没了，是吧？它都又跑了，没关系，我们又再加一遍线。当然这个线我们也不需要它太清楚，就是要让它朦朦胧胧的啊。所以就是等它跑的实在是看不见了，像我们刚才那样，实在是看不见了，我们又再加一遍就行了。加一遍的时候纸还是湿的，这个纸还是湿的，它还是会再跑的。但是我们的层次就多了，知道吧？它跑出去一次，它会积出一次的层次。
不好看。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在边画的时候可以边调整啊。好，我们可以把这个，这本来有根干我们可以待会儿来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干的连这个花蕊的须把它画出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像钢丝球一样的线条啊，像钢丝球一样的线条，画个1-2根啊，点一点。这样就代表它这个莲蓬这个谢了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再加一点点干，加了干过后，你看水分一多，它这又跑了啊，又没了，我们再加2根线就行。然后这个干本来只有一点点，让它跑一点也可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幅画面的效果。啊，现在有一点效果。我们这一遍完了过后还是要等啊，又要等它干，等现在画的这块干了再把它喷湿，然后我们来加一点液，就加一点很淡的液，这幅画就完成了。就是过程很麻烦。好，我这个等不及了，我用吹风吹干的，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跑得很好了所以我就用吹风把它定型了。你们也可以这样啊，用吹风吹一下，你觉得它跑得很舒服了，我们就用吹风把它吹干，然后再打湿。打湿了也是，你看有反光是吧？这些反光就是积的水，这些积水一定要把它压掉啊！你要等它一直这样的话，它待会儿这里面的沫就会跑出来。这个筋我都不敢压了，一压就掉。但这个也可以等那个脱画啊，就是去装裱好了过后重新再点一点筋就可以了。因为筋它这个颜色很容易啊，就是脱落。好，现在就是稍微等它一下。我们虽然压了过后，但是还是很湿的，纸还是很湿的啊，要稍微等几分钟。然后我们再开始来染这个荷叶。好，现在我们用一支稍微大一点的笔，这个就不要用刷子了啊，这个地方用刷子不好画。大一点的笔调焦，调淡墨。先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好，注意这个花这个地方要注意啊，不要让它跑到花里面去了。其实很简单啊，就几笔，有一点这个形就行了。不是一片完整的叶啊，我们画的不是一片完整的叶。这个深了啊，这个地方深了，用纸压把它剪淡。我只画了一个叶子的尾巴这一点，这边其实也是想画一个叶子的尾巴这一点，但是刚才那一笔去深了。但这些都没关系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偶然的很好的效果。这边就不要东西了啊，
这边就不要东西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这边朦朦胧胧的有一点东西因为当时我觉得这张画我自己觉得它太空了。就我们画一张画，我们自己要看整个构图是不是好看的像这样补了一点淡墨，它和这个浓墨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视觉的冲突就很好看这种。好，现在就是等它干等它半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撒一点水让它有一点变化。好，我们等了一会儿，现在应该是半干了。半干了，我们用一支笔，你用干净的笔也可以，用什么笔都可以，撒一点水。注意不要撒到这个花里面或者是莲蓬里面了就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多。好的这幅画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就是等它干。干了过后字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写写个名字写淡一点这幅画它装饰性很强，我在后面也附了一点我以前画的其他的花，应该是画了其他的花的这种就是装饰风格的这种画风，我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之后的有些荷花如果是有这个必要的，我们也可以像这样画之后的课程里面。